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华夏历史上诸子百家中最神秘的一支。他们曾经只靠几百人就能左右国家的命运走向，他们的老大叫做巨子，而这群人便是墨家。而最奇怪的是，这么厉害的墨家在秦朝统一后不久，他们在历史上就神秘的消失了。而我们很多人在提起诸子百家，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儒家和道家，肯定有很多人不可能不知道，在诸子百家那个年代，墨家也绝对是不输给儒家和道家的。而儒家和道家一直流传到现在，墨家却只有在史记上留下了24个字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，墨翟是宋国的大夫，他擅长守卫和防御的战术，他极力提倡勤俭节约。有人说他和孔子出生于一个年代，也有人说他是在孔子之后出生的。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段记载，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司马迁要在短短的24字中就要提到墨翟和孔子出生的时期呢？因为墨子和孔子他们确实有很大的渊源。因为墨子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师从儒家，学习儒家的仁义和礼乐，但是后来万万没有想到，墨子却是在诸子百家之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孔子的大思想家。比如儒家说父母死后要守3年之丧，墨子说简直是愚蠢之极。儒家信命，认为寿命、贫富、安危都是上天注定的，而墨子却说这也是愚蠢之极。如果社会都学你们儒家，根本就没有发展和进步。只要是孔子提的任何思想和孔子有关的任何的故事，都被墨子骂了个底朝天。但是在所有人都反对儒家的体系中，最有意思的一点，肯定是我的粉丝们也感兴趣的，那就是墨家和儒家对鬼神的态度。孔子、儒家，这个儒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儒字就是古时候祭祀鬼神、先祖、贵族死了之后安葬祭祀等等这一系列事情的主持人。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主持人，因为在古时候祭祀等等这些礼仪程序是特别的复杂。据古籍记载，当时一个完整的葬礼要走70多道程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儒家明明就是主持人和鬼神交流的中间人，按照常理来说，儒家肯定特别相信鬼神的存在，但是偏偏儒家就是不信鬼神。所以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。我们再反过来看墨家，墨家明明靠的就是科技，靠的是机关术，靠的是军火武器，墨家就相当于古代一群科学家一样，而偏偏墨家却特别相信鬼神。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，历史都知道墨家的兼爱和非攻，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墨家还有冥鬼和天志。这里的冥鬼呢，指的就是墨家信鬼神，所以墨家特别反对儒家，说你一祭祀的，你还说自己不信什么鬼神。那么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墨家在古代做的事情都是以一个科学家的存在，他们为什么还对鬼神深信不疑呢？其实墨子当时还真的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并且还拿出了自己亲身经历作为证据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神秘的墨家为什么会突然的消失，至今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在华夏的历史上，墨家的思想是极力反对儒家思想的，这是墨家的第3集。关于墨家对于鬼神的态度，墨子当时还真的拿出了证据。有一天，周宣王杀了他的无罪之臣杜伯，杜伯在临终前还说了一句话：我居然被我自己的君主无辜的杀掉了，要是人死后无知就算了，如果人死后真如传说还有知，那么不出3年，我必定会让我的君主后悔今天对我犯下的错。而结果真的没有想到，3年之后，周宣王会合诸侯打猎，周围有数千的侍从，周围的观众也遍布田野。就在所有人都众目睽睽之下，杜伯竟然起死回生，骑着白马，穿着红色的衣帽，拿着红色的弓箭，当时射杀了周宣王。这件事呢，当时周朝所有人都看见了，并且还将这件事记载到古籍《春秋》之中。大家好奇可以去网上了解一下，到现在网上也流传着几个版本的传说。墨子说这个事情它就是事实，鬼神也是真的存在，并且除了这个故事呢，墨子还引用了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他说从前郑穆公在白天的庙里看到了一个神人，从左侧进入了门。那为什么叫他神人呢？因为他这个人有一个鸟一样的身子，穿着白衣，并且还有一个正方形的脸。当时出现的时候，吓得郑穆公拔腿就跑，但是没想到这位神人随后就告诉了郑穆公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明德，我来赐你19年的寿命，并且我还要使你的国家繁荣昌盛，子孙兴旺，以后请不要忘记你的德行。后来郑穆公听完之后立马叩拜，并询问了此人的名字。这位神人也回应了，说我就是勾芒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上古时期真的还有一个叫做勾芒的神，他在上古时期一直忠心耿耿地辅佐伏羲，
现在还被记载到我们华夏上古3大奇书之首《山海经》之中。《山海经》中还说，太阳每天早上从扶桑树升起，这扶桑树呢，就是归勾芒来管理的。以上2个墨子举的例子都是千真万确的。但是神秘的墨家，我们说完了他对鬼神的态度，我们下面再来说墨家最神秘的一处，就是墨家当时神秘的高科技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神秘的墨家在历史上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黑科技呢？墨子在学完儒家之后，就特别反感儒家的繁文缛节，于是他另立了门派，收集了墨家弟子。墨家弟子一般都是来自于中下阶级的人，并且他们的装扮都非常特别。在庄子的《天下篇》中记载，他们总是穿着粗陋的衣服和简陋的草鞋。看到这里啊，你是不是以为墨家很穷，穿都穿不起？那么你要这么想，就大错特错了。这群人可以说是当时最强的发明家，最大的军火商，他们可以说是有的是钱。只不过墨家的弟子还有一个特别的信条，那就是节用。真正的墨家集团异常的富有，但是他们就是喜欢节俭，从来不乱花钱。但是问题也来了，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就不得不提到墨子，他简直就是一个穿越的科学家。在墨经当中，他不但阐述了经典的力学、力的概念、力矩的原理，还提出了力、动、止的定义，还有杠杆的原理。墨子还和他的学生做出了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。光的直线传播，甚至还有在他们那个年代，墨子还提出了原子理论的出现。墨子说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是由端组成的，端是不占空间的，是物体最小的单位。而墨子还认为时间也有它不可分割最小的单位，叫做时。所以当时的墨子不仅有着很高的思想水平，对鬼神的认知，同时他还掌握着顶级的科技的力量。墨家生产的连弩车、转射机当时也成为了战国时期火力最强、最大最抢手的重型武器。但是墨家的武器他只卖给守城的防守方，从来不卖给进攻方，这就是墨家的非攻。其实看过墨子这本书的人啊，你会发现墨子他不仅有着非常厉害的机关术，墨子的睡人术也真的是一流的，甚至有传闻说墨子的睡人术要高于鬼谷子。这本书也在我视频左下角的购物车里，大家好奇呢可以购买。真的不敢想象，这是90年代人的平均发量，走在街头都是浓密的毛发，而我们现在普遍只要过了35岁，基本都维持不住了。为什么过去的人随便一走就是几公里，孩子上学都得翻个山，并且还不感觉累？而现在呢，几百米路能让一个壮年腿都迈不开。说几个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，请对号入座。几个人一起出去玩，别人没啥事，你却累了，稍微一活动汗就出来了，一天什么也没干，睡到自然醒，起来还是依然没有精神。别人一天睡6、7个小时，精神抖擞，你一天睡10个小时，还是昏昏沉沉，不睡吧还困，睡吧越睡越累。晚上和另一半躺在床上，别人都10多分钟、20几分钟，你3分钟都够呛。吃东西呢，别人吃了啥事儿没有，你吃了就不行。如果去医院检查吧，还啥病都没有，其实这个就是虚损了。但是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如果持续几年下去啊，你猜会怎么样？很多大的结果都是来自于身体出现信号然后不重视导致的一个质变。这本书早在40年前就告诉了我们答案，它告诉我们是怎么来的，虚分多少种，损分多少种，然后怎么去解决。它不是吃什么昂贵的东西才能好，甚至很多问题啊都是因为过度吃导致的。不仅能给你解决问题，还能告诉我们平时如何正确的运动、情志、睡眠、饮食全方位的了解和解决。小到吃喝睡觉，大到如何用方，都写得非常详细。最主要的是这本书40年前就有了，当时售价是4毛2分钱，1984年出版的，主要是写给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看的。可惜当年只发行了1版，就因为某种原因给停了。但是40年过去了，这本书重新排版印刷上线，却发现它的内容居然适合现在的年轻人了。只要是我刚才视频中提到的那几个普遍的现象存在，无论你处于什么年龄，只要对号入座了，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就很适合你。